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医学大学解剖学暨细胞生物学科的张宏明老师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主题是睡眠的迷人世界。我们是做睡眠的科学，所以呢，我常常有时候自我开玩笑说，我常常在睡觉的时候想着工作，然后呢，在工作的时候想睡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分成4个部分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。那首先呢，我会先跟各位介绍睡眠最基本的一些神经解剖学的路径。那第二个呢，会跟各位同学谈一下睡眠缺乏，也就是睡眠剥夺之后呢，会有哪些生理性的一个影响。那我们主要 focus 在实验动物模式的一些探讨。那接着我要跟各位谈一下我们实验室最新的一些发现。那最后呢，要跟各位一起探讨我们实验室将来或者是睡眠剥夺领域呢，有可能进行的一些走向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睡眠呢占了我们人体1/3整个人生1/3的时间。那我们也都知道，如果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的话呢，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有创造力跟非常健康的生活。可是睡眠的真正功能到底在哪里？那这个目前并不是很清楚。一般最常见的说法是说，睡眠可以让我们的脑部的毒素去清除掉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的一个生理上的活力。那同时呢，对我们脑部记忆的固化跟资讯的处理也很有帮助。最后呢，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心境，甚至呢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。所以我们常说，睡得好的人呢比较不会生病。那怎么样去定义睡眠？一般而言呢，睡眠是一个由健脑跟脑干所调控的一个生理过程。那么在这个睡眠期间呢，我们的意识还有我们对周遭环境所有的感觉或运动的功能呢，都会暂时性的丧失，但这个丧失是可以恢复的。那一般而言，睡眠呢可以分成2个 stage， 一个是所谓快速动眼睡眠，一个是非快速动眼睡眠，我们分别简称 Rapid Eye Movement REM 跟 Non-Rapid Eye Movement NREM。在一般8个小时的睡眠里面呢，我们大概会有所谓快速动眼睡眠跟非快速动眼睡眠的一个循环周期。那一般而言，我们根据脑电图的一个判断，我们可以把非快速动眼睡眠呢再分成4个阶段，分别是浅层到深层睡眠。那在这个非快速动眼睡眠期的4个阶段之后呢，会伴随了一个大约10到15分钟的快速动眼睡眠期。那整个快速动眼睡眠跟非快速动眼睡眠的整个周期呢，合起来大概是100分钟。所以呢，如果以一天晚上睡8个小时的成人而言呢，大概会有4到5个快速动眼睡眠跟非快速动眼睡眠的周期存在。那我们知道，在整个中枢神经系统里面呢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区可以让我们保持我们的生理活性的清醒。像比如说有 Raphe nucleus 缝合核，还有 locus coeruleus 蓝斑核，还有 pedunculopontine 跟 lateral dorsal tegmental nucleus。那么这些核区呢，它们会各自拥有非常专业性的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来自于 Raphe nucleus 的会释放血清素，来自于蓝斑核的会释放正肾上腺素，来自于 pedunculopontine nucleus 的会释放乙酰胆碱。这些位于脑干跟中脑的核区呢，它们都会向上传递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到我们的健脑，最后呢，再由健脑转接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去。而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呢，会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皮质的区域，让我们的整个大脑呢保持清醒。以这张图来看呢，这个是由蓝斑核所释放的正肾上腺素的一个释放区域图。那这个是由 pedunculopontine nucleus 所释放的乙酰胆碱的一个传递路径。这一张呢是由缝合核所释放的血清素的一些传递路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些呢源自这些核区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呢，都可以广泛分布到我们大脑皮质。所以呢，我们大脑皮质就可以在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不断刺激之下，保持我们活性的清醒。OK， 那既然有这些让我们保持清醒的核区存在，那有没有让我们想睡觉的核区存在呢？有，在近几年来呢，科学家已经发现，在我们的 hypothalamus 呢，有一个核区叫 ventral lateral preoptic nucleus。那么这个核区呢，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sleep promotion center 它可以这个核区的活化可以让我们产生想睡觉的感觉。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呢，睡眠促进中枢跟我们刚刚介绍的清醒中枢呢，它们这2个中枢是属于一个互相拮抗的状态。如果睡眠促进中枢的活性
比清醒核区还要强的话，生物体就会陷入想睡眠的状态。那如果清醒的核区的活性比睡眠促进中枢还要强的话呢，生物体就会维持清醒。好，那到底生物体有没有一个总指挥的构造，去做一个总指挥，让这两个核区呢做一个适当的且周期性的调控？